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脸部作为人的门面，向来都是被大家所重视，但你知道吗？脸部还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，一些脸部的变化其实是疾病来临的信号。比如当肝脏出问题了，脸部往往会有以下这两个变化。被肝病盯上的人，脸部都有这两个变化。一、脸部皮肤变黄。咱们是黄种人，皮肤本是微微发黄的，但如果发现皮肤突然特别黄，有可能是肝出问题了。这种面部突然变得很黄的现象，称之为黄疸。左边是正常的肤色，右边是黄疸。简单来说，黄疸是体内的胆红素浓度过高，导致皮肤、巩膜、尿液等发黄的症状。胆红素主要是来自于每天衰老死亡的红细胞，其生成、代谢以及排泄与肝脏关系密切。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，均可以导致血中的胆红素浓度升高，引起黄疸。因此，脸部皮肤就可能会变得特别的黄，要当心是肝脏受损所引起的。其中最严重的就是肝癌。一般来说，肝癌患者出现黄疸的原因主要有肝细胞受损，对胆红素的摄取、结合以及排泄发生了障碍，癌肿压迫或者是侵入胆管、胆总管，引起胆道排出不畅，导致胆红素在内蓄积。当然，出现黄疸并不意味着一定是肝癌，但是为了保险起见，最好要尽快的到医院就诊。二、面色灰暗无光。当人被肝病，最常见的是肝硬化盯上，会呈现一种很典型的面容，被称为肝病面容。而肝病病容最典型的表现是面色灰暗无光，皮肤弹性差、干燥、粗糙，甚至出现古铜色面容。此外，有些患者还会表现为眼圈周围灰暗尤其明显，有点像熊猫眼，或是眼面部或者是鼻尖部出现细小的毛细血管扩张，呈现网状。这主要是因为患者的肝脏损伤，导致内分泌功能紊乱，影响了色素代谢，使得色素在皮肤里沉积。因此，当出现以上面容变化，一定要尽早的到医院就诊。除了上面两种脸部变化，大家还要当心以下几种，也可能是疾病的信号。二、这7种脸部变化也要当心，可能是疾病来临的征兆。一、急性病容，表现为潮红、兴奋不安，鼻翼散动、口唇疱疹，表情痛苦，多见于急性感染性疾病，如肺炎、球菌肺炎、痢疾、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。二、贫血面容，表现为面色苍白，唇舌色淡，表情疲惫。三、肾病面容，表现为眼睑、面色浮肿，舌色淡，舌缘有齿痕，常见于慢性肾脏疾病。四、甲状腺功能亢进面容，表现为面色惊愕，眼裂增宽，眼球突出，目光瞳瞳，兴奋不安，烦躁等。五、粘液性水肿面容，表现为面色苍黄，眼面浮肿，脸后面宽，目光呆滞，反应迟钝，眉毛头发稀疏，舌色淡肥大，常见于甲状腺功能减退症。六、二尖瓣面容，表现为面色晦暗，双颊紫红，口唇轻度发干，常见于风湿性心瓣膜病，二尖瓣狭窄。七、肢端肥大症面容，表现为头颅增大，面部变长，下颌增大，向前突出，眉弓及两颧隆起，唇舌肥厚，耳鼻增大。三个常见的脸部小问题，今天全部讲清楚。一、总觉得脸痛是怎么回事？若总觉得脸痛，而且痛感强烈，像刀割一样，要考虑是三叉神经痛的可能。这是一种中老年人比较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，疼痛呈阵发性，非常剧烈，大多数是单侧脸部，尤其是右侧多见，有时候会伴有流泪等的表现。三叉神经痛容易被刺激性的食物、过热、过冷刺激等的激发。由于疼痛位置在脸颊部明显，有时候会错认是牙痛。一般来说，三叉神经痛是一种比较难治愈的疾病，
但如果及早的发现，通过药物、针刺、射频以及神经阻滞等的办法，还是可以得到有效缓解。因此，建议有这样困扰的朋友要尽早的就诊神经内科。日常则要戒烟限酒，避免忽冷忽热的刺激等。2. 脸色有红血丝是咋回事？所谓红血丝，其实是毛细血管扩张的表现，常出现在脸颊和鼻翼处，女性多见。通常是2种情况引起的，一是往往跟护肤不当有关，比如过度的清洁、频繁的去角质，用过热的水洗脸，导致皮肤屏障受损；再比如追求快速的美白淡斑，使用各种刺激性强的护肤品，导致皮肤成了敏感肌。2是跟从小生长的环境有关，比如在海拔高的地方，空气稀薄，氧气相对不足，为满足机体对氧气的需求，人脸部的毛细血管就会扩张，脸蛋看起来红扑扑的，俗称高原红。如果是第一种情况，就要改掉错误的护肤习惯，感到特别不适时，应及时的到医院的皮肤科来处理。如果是第2种情况，不需要太担心，就当是天然腮红吧。3. 喝酒容易上脸，说明酒量好。不少人认为喝酒上脸是海量的标志，并非如此。酒精从嘴里引入到被完全的分解，一共是要经过3次的加工。这项工程要依赖于肝脏中的2种酶，乙醇脱氢酶和乙醇脱氢酶2。有一部分人体内的乙醇脱氢酶2战斗力很差，无法顺利的代谢乙醛，造成乙醛大量的堆积在体内。而乙醛的特性就是能够使人的血管扩张，当脸上通过血液增多，自然就会透出红色，即上脸。也就是说，喝酒容易上脸，恰恰说明其酒精的代谢能力差，酒量小，而这些人更应当少喝酒。这是因为乙醛有一定的毒性，对人体的各个器官都可能会造成损害，并且停留在人体内的时间越长，造成的损害就会越大。所以专家提示，喝酒脸红的人群是酒精的禁忌者，应该做到滴酒不沾，否则对肝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，容易出现酒精中毒的症状。如果长期经常饮酒，会引起酒精肝的发生，不利于身体的健康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